蓝忘机拿着钥匙顺利打开了门，进了家。魏无羡长舒一口气道：“行了吧，你乖乖睡觉，我走了。”蓝忘机半条腿跨了出来，一把抱住魏无羡的胳膊，语气有些急切：“不许走！”魏无羡无奈笑道：“不走我去哪儿啊？”蓝忘机拉着他的胳膊往自家的方向拽了拽。魏无羡：“让我去你家呀？”蓝忘机点点头。魏无羡笑道：“你家不是轻易不让别人进的吗？”蓝忘机：“你不是。”魏无羡：“我不是。”“不是什么？”蓝忘机垂眸：“你不是别人。”魏无羡眨眨眼，笑了。“行行行，走，去你家转一圈。”魏无羡乐呵呵地走进蓝忘机的家门，一打眼便是整洁简约的、令人发指的陈设，比自己的狗窝不知道强了多少倍。魏无羡啧叹道：“不愧是五好劳模呀，瞧瞧这屋简直跟5星级宾馆一模一样。”他的视线顺着屋子转了一圈，落在沙发边的一个大笼子上。魏无羡惊讶道：“兔子！”蓝忘机拉着魏无羡走过去，蹲下身打开笼子，动作轻柔地抱出一只黑色红瞳的小兔子，献宝似的举向魏无羡，一双琥珀眸略带期待地瞧着他。魏无羡指指自己：“让我抱。”蓝忘机。魏无羡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将那只软绵绵的小家伙拖过来。那只兔子在蓝忘机的怀里本来乖巧可爱的很，可到了他手里便开始胡乱挣扎起来。魏无羡摸摸小兔子毛茸茸的脑袋：“小家伙还怕生？”他低下头，看见蓝忘机的脚底下趴着5、6只黑黑白白的小团子，有2只还在顺着他的裤腿往上爬，不禁笑道：“蓝二哥哥，从前我送你的兔子你不要，现在可倒好，偷偷摸摸养了一大群。说说吧，你是不是个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大傲娇？”蓝忘机摇摇头，又点点头。魏无羡打心底里爱死了他这副乖巧懵懂的模样，也跟着蹲下身子，问道：“你喜欢兔子啊？”蓝忘机。魏无羡见他一直盯着自己看，笑问道：“一直这么瞧着我做什么？”蓝忘机认真道：“你好看。”魏无羡不由心花怒放：“我好看？我哪好看？”蓝忘机：“哪都好看。”魏无羡嘿嘿笑了2下：“你也好看。”蓝忘机眨眨眼，低下头，耳廓有些红了。魏无羡见他有问必答，心里头偷偷摸摸的小心思有些按捺不住，忍不住循循诱导道：“那我这么好看，你喜不喜欢我呀？”蓝忘机重重地点点头，顿了顿，又补充道：“喜欢。”魏无羡引着他说出自己想听的，开心之余又有几分落寞。喜欢有什么用？跟我对他的又不是一种喜欢。他暗暗心道。魏无羡轻轻吸了口气，决定不再思考这些让自己心塞的问题。想起还要赶紧赶回江家，他把怀中的小兔子放在蓝忘机身旁：“我真要走了，你洗洗睡吧。”蓝忘机：“不行。”魏无羡起身：“可是江叔叔他们还在等我呀。”蓝忘机拉住他的手，语气里带着几分软糯的意味：“不要。”魏无羡瞬间被他这种小口气勾得不知今夕何夕，改口道：“好好好，我不走。但你要听话，乖乖睡觉，好不好？”蓝忘机点点头。魏无羡去卫生间帮他沾湿了毛巾擦了脸，拉着人上了床。他正准备坐在一边，等蓝忘机睡着了再离开，却不想被后者一下子带上了床，给2个人盖上了同一床被子。蓝忘机：“睡觉。”魏无羡躺在蓝忘机的床上，感觉自己全身都被一种独属于蓝忘机的檀香味包围，一下子心跳如雷。静默了一会儿，他感到一只手搭上了自己的背，轻轻地拍了拍。蓝忘机闭着眼，低声道：“别怕。”魏无羡轻声笑道：“我怕什么？”头顶传来节奏均匀的呼吸声。蓝忘机没再说话。魏无羡悄悄往他怀里钻了钻，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环绕在身边的檀香，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魏无羡开车回到江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晚宴还没有散去，江丰眠正和几个集团的董事谈着什么事情。大厅的灯光明明暗暗，正中央的一块空地充当着舞池，一对对年轻男女正在里头随着音乐旋转。魏无羡的目光并没有在这热闹奢华的场景里停留半分，径直走上一边的长廊，顺着记忆朝自己曾经的房间走去。他轻轻按下门把手推开门，啪的一声打开了灯。
房内的陈设和他走之前一模一样，甚至连当年他出门之前摆在书桌上的那套做了一半的高考模拟卷都没有变动过位置。然而，当他扶上久违的床头柜，却发现上面一丝灰也没有落，一看便知是经人打扫过的。魏无羡只觉得一股暖流从心间漫过。这么多年，终归是有人念着自己的，自己拼尽了力气去守护的那些人，那个家，也从来都真正的将自己放在心上。魏无羡脱了外套，一下子扑在自己的大床上，闻见经过晾晒的阳光气息，不由快活地打了个滚。他正想好好翻翻看看以前的东西，却听见门被轻轻叩响了。魏无羡坐直身子，进。门开了，江燕离端着一块蛋糕走了进来。阿羡。魏无羡忙上前接过他手里的盘子，姐，你怎么来了？他说着，把书桌前的椅子拖出来，快坐。江燕离道，刚才切蛋糕的时候没见到你，听阿成说你先送兰老师回去了，就打算先取一块拿到你屋里。他坐在魏无羡对面，结果一来就见你房里的灯亮着，快尝尝，姐亲手烤的，专门往里面加了可可粉。魏无羡从前最喜欢江燕离烘的巧克力蛋糕，出国在外的那几年，无论从哪家店里买来的甜点，都比不上记忆里吃到那第一块来自姐姐的蛋糕。他拿起叉子挖下一小块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从口腔里面开，激得人眼眶有些湿润。魏无羡咽下嘴里的巧克力蛋糕，极力压制下声音里的哭腔，好吃炸了。谢谢姐。江燕离看着他，墨黑的眸子里满是对自家弟弟的宠溺。谢我做什么呀？跟姐姐还这么见外。魏无羡一边吃着嘴里的蛋糕，一边冲他笑。江燕离摸摸他的头，问道，怎么不在大厅里多玩一会儿呢？好多你和阿成从前的朋友都来了，我以为你会和他们一起叙叙旧呢。记得你以前是跟所有人都玩得最快的那一个，怎么现在却一个人躲到房间里来了呢？魏无羡的动作顿了顿，随后笑叹道，老了，受不了跟那么多人打交道了。江燕离掩嘴笑道，我们羡哪里老了？看看这小脸嫩的，多少老师都把你认成学生呢。魏无羡无奈道，姐，别老拿这事儿取笑我。江燕离道，好，不提这茬。可话说回来，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怎么还去学校当老师呀？不是天天都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吗？魏无羡吃完手里的蛋糕，随手将盘子放在一旁的床头柜上，那是因为你在那儿。反正我去哪儿都是领一份工资，在这儿离家里人近一点多好。再说，那群小崽子太好玩了，让人没法不跟他们亲近。江燕离点头，没错，都是好孩子。他突然想起什么，附笑道，那兰老师呢？他那么不苟言笑的一个人，你怎么还天天跟人家那么亲近呀？魏无羡一愣，兰湛呢？